熔炉已经开燃，水翼不在他处，毒水被困于熔炉之中。张昭，包大哥，这回门真被封住了，你有不砸门的法子吗？有。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这枚指环会不会是另作他用？也许吧。包大哥，炉火熄灭了。水翼，救他！你挺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水翼，水翼，告诉我，凶手是谁？胡掌柜，可他已经死了。其他人也不姓胡啊。江玉虎。救谁？水翼，救谁？水翼，水翼，将军，您可得信我呀，这事儿和我真的没关系。您听我说。呀，水夫人。水夫人，又是魅丹峰的封魂白骨沙。哎呀，这时辰掐的也忒准了，咱们来时那迷迭香刚好燃的只剩一截了。香消玉殒，何其哀哉！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你？那花谢了值得可怜，我这天生的嫩草就活该吃瓜唠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小的冤枉啊！您要是真的把我砍了，我可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门谋杀的小二了。你别这样，到那时啊，一定会覆盆难照，五岳云豹，血溅10丈白帆呐！将军，你再熬，老子马上砍了你做陪葬。将军，包拯，你可知凶手是谁？回将军，我等赶到时，水夷已被凶手置身于熔炉之中。我们虽将其救出，但封魂白骨沙致命在先，纵向死地求生，为时晚矣。水夷生前曾说过一个“胡”字。胡子。娘。南妹妹，南姑娘，信不信？凶手一定是江玉虎。那江玉虎为什么还……嘘，谁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？江玉虎在何处？我刚才寻了他半炷香，也没找着。带水夷回房整理一下吧。想来他定然也不想让自己这般狼狈。我会帮着你。
就算将此地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将江玉虎捉回。你查案要紧，免得凶手再次动手。我留下来守着他。好。那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明白。他怎么样？看着很平静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使劲哭一场呢。那样子看着，真让人揪心。他们母女浪迹江湖，相依为命，怕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啊。包大哥，你别太自责了，好歹我们帮水姨留了个全尸啊。死者已矣，生者只能尽责求生。况且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这本就是场新鬼与旧鬼的恩怨战，无极亦无常。水姨若不是对封魂白骨煞心存贪念，也不会让凶手正中下怀。水姨虽有心窃取封魂白骨煞，但在他赴死之时，却是为了救人而劫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与滴水诀融合做解药。他是为了救谁而死？沈寒吗？是南天竺。南姐姐也中了封魂白骨煞，这不可能。昨晚我们去血魂林追寻孟达亨时，南天竺不慎被失而复得的灯笼扎破。当时情势危急，并没有发现灯笼早已被身中封魂白骨煞的孟达亨所燃至。哎，好像是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方才我见南天竺的臂腕上出现了数道血痕，与沈寒毒发之状如出一辙。如若再寻不出解毒之计，他们的余生随时都抵不过一炷香。南姐姐知道这个噩耗吗？也许吧。今日我们从血魂林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讨论过沈寒的伤势。待他发现血痕，自会心知肚明。南妹妹，你节哀。你娘她不用安慰我。从我做贼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有数。说不准哪天失手，便要丢了性命。只是真到了这一日，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，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一起看。从前总想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一觉醒来，已走完我们母女的最后一程。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，不然怎么会明白世间尚有永恒之所在？
如果生离死别才是永生的代价，那宁愿是我去做那个赢家。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白姐姐，我肚子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端一碗粥来吧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就来。嗯。没了滴水诀，我们上哪儿去抓救命稻草？水姨有滴水诀护身，本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仍被毒杀所害。我已检查过一次滴水诀的暗器，既不在熔炉中，也不在水姨身上，因此我怀疑滴水诀已落入凶手手中。江玉湖费尽心思，将白骨指环占为己有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携指环以备主做器，这颇像是杜贤麾下新晋杀手的做派。得指环者，得毒杀。江玉湖若是藏有封魂白骨杀的凶手，即便是为了争夺暗杀组织的头目而窃取指环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因此，我怀疑江玉湖并不是真凶，而是继水姨之后的下一个死者。他在水姨遇害时恰巧失踪，有可能这正是凶手打的马虎眼。我们尚未收到下一封匿名信，现在江玉湖又能躲到哪儿呢？血魂林，林中的蝙蝠因中了封魂白骨杀而变成獠牙怪，因此这也说明凶手曾在那里出没过。现在江玉湖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凶手的圈套。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找到江玉湖就能找到真凶，等到把滴水诀抢到手里，南姐姐就能性命无虞了。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看南天竹。好。南妹妹，这阿软，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她不是正在为水姨处理后事吗？南妹妹说想吃粥，我便去厨房帮她将粥端来，谁知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就不见了。南天竹又出了客栈，青明应该知道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青明姑娘，你可曾见过南天竹？我刚才恰好在客栈门口遇见过他。他去了哪里？我喊了一声，他没理我，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，看着好像是往血魂林的方向去了。慢着！你们看，少头口中夹着一封信。仙闪说，此乃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南天竹和江玉湖。记住了，是包状元大战智小二，这几个字千万别写错了。我还指着这本书名扬四海呢。你都念到5、6遍了，
跟你俩大战5、6个回合似的。哎，包公子，您要去哪儿啊？烦请你们帮个忙，在这将燃劫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客栈。好嘞。对，迷迭香，迷迭香。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。一路上也不见南妹妹，可怎么办啊？站住！看，好像是南姐姐。南店主，你给我站住！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姑娘，哎，太深中烽火白骨杀。江玉湖气数已尽，不知客栈里的迷迭香燃的还剩多少。展昭，我们追。哎，保长他们是不是奔血魂林去了？不知道。哎，本将军命令你让开。为什么？让开！包公子说了，迷迭香燃尽前，谁都不能出客栈的门。我情愿与你在这儿凑合着干瞪眼，也绝不能与人家食言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要是再拦着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大人，你家俊杰的门槛也太低了。猪都认识的食物，我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本将军是看你这头猪活腻味了吧？将军您，石公子，都怪我一时莽撞，误以为江玉湖是因为嫡子的过节而暗害我娘。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莫再冲动行事了。我打小就跟着我娘做贼，虽偷过大把金银，可我们母女俩的日子过得并不宽绰。钱都去了哪儿？拿去救济灾民和养活乞儿了。曾经我以为此生至乐就是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，现在方明白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我们浪迹江湖，居无定所，可只要有我娘在，便处处皆可为家。现在她不在了，家也没有了。从故乡到异乡，我们都是漂泊的浪子。你对挚爱之人的想念，就是你的家乡。相信我，我们定会找到烽火白骨杀的解药。人生还长，你还有许多好时光。我谢你。其实，未来能与你们同行，就是我所期许的好时光。
走吧。好浓的血腥气。这里有沾血的枫叶。这下丹枫白露竟变成丹枫血露了。这应该就是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洞了。江玉虎一定就在里面。走。包大哥好黑啊，你一定要跟进我们，不然找不着你了。这么大点地方，怎么会找不见啊？你不知道，包大哥小时候出去玩，有回躲在草里睡着了，包大娘打着灯笼找他，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。为什么？包大娘说他太黑了，一到夜里根本看不着。包拯哪有这么黑呀？后来包大娘苦创美白药膳给包大哥吃，可吃着吃着就吃黄了。你别听我娘胡说。你有火折子，刚才怎么不拿出来啊？还问呢？你们把我姐的手都腾不出来，还拿火折子呢？自己老胳膊老腿的，你赖谁啊？别怕，只是骷髅。展昭，走，我们再到里面看看。天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骸？胡掌柜在此地杀人如麻，需毁尸灭迹的，已焚于熔炉中，其他的，应该就抛尸于此。江玉湖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又是獠牙蝙蝠，这里也有蝙蝠的尸体。那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雉鸟的尸骨。当时我们在血魂林外见的鸟就是雉鸟，它死得这么惨烈，一定是被獠牙蝙蝠所噬。事已至此，我们还是先回客栈要紧。那么快走吧。客栈里怎么一点人声都没有，就和我们初来乍到时一般静。上官将军还真沉得住气，我先前还担心他会大闹一场呢。越安静，我反而觉得越瘆得慌。包公子，包公子。
守在那儿。哎呦，我要是不在里头躲着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上官将军剁成马饲料给喂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包公子，咱们俩的书，您可得收好了。待会儿我要是被宰了，这奋笔疾书的千秋大业，可就指望您了，包公子。好。我何儿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，世人皆知。你有话说话，有事说事，别一会儿血溅10丈白帆，一会儿又马饲料的闹腾人。这客栈刚被你嚎成法场，现在又唬成了屠宰场。哎，不过一日不见，你这字儿倒是麻雀变凤凰了。我何麻雀哪有这能耐？这都是沈凤凰所说。只可惜，这马上就要变成那遗书了。沈公子出了什么事吗？哼，先前呢，他为了给你们打掩护，差点被上官将军给掐死了。哎呦，您赶快去救救他吧。走。上官将军下手可真够狠的。若要这般不堪而亡，我宁愿自刎而死。南姐姐别急，包大哥一定会想出法子救你的。哎呀，包公子啊，您还有心思摆弄这小姑娘的玩意儿呢？您要有功夫，赶紧想辙摆平上官鳖吧。我这么奋不顾身是为谁啊？您可得对我负责呀。听你说话，真是一个字儿一个鸡皮疙瘩。那我还是回马厩吧，再不济，我还能策马逃命呢。有种你就试试。没种就没种啊！将军息怒，何二因受学生之命，故封守客栈。为前真凶，学生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凶手除了江玉湖，还能是谁？江玉湖已死，凶手实则另有其人。哦，此人将水姨杀害后，又将水姨的独门暗器滴水诀窃为己有。滴水诀既能以毒攻毒，也可遇毒更毒。他一旦沾上梅丹峰的白骨指环后，便可以透肤见骨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找到白骨指环，就可以验出凶手真身。那白骨指环是何物？此物现在何处？方才学生去血魂林时，不慎遗落此物，待学生将其寻回，再详细禀明将军。好，那便依你的意思，快去快回。是。包大哥，你来杜贤房间做什么？来揭开另一道机关。
站招！这方洞口通向何处？客栈大厅里的兽头。我们不是要去血魂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我想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我们不是要去血魂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我想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凶手是谁啊？知道了也不说一声。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哎，阿软，你不好奇吗？我师父说，做人不能太为难自己，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想。哎，包公子回来了。哎，东西呢？我等已将其寻回，学生先安置妥当，待将军用过饭后，我们一验便知。也好。本少侠已在此攻活多时了。保拯，你说他就是幕后真凶？回将军，正是。好，除非你有凭空消失的本领，否则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你如实招来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娘？沈公子，真的是你？我故意说那枚指环可验明凶手真身，便料想你会提前动身劫取证物。如此粗陋的陷阱，复杂还是粗陋，管用就行。这陷阱对别人来说未必管用，你却一定会上当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在这儿，都是他一手谋划。虽说一切并非天衣无缝，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露出破绽。但就在一切即将完美落幕之时，却突然出现一件超出他掌控的事。白骨指环极有可能令他的谋划功亏一篑，
终是让他忍不住铤而走险。他一手策划。等等，你先说清此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何要连杀数人？沈寒曾在无意中念过2句诗：“江村摇落暂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”江村摇落暂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而这句诗的后4句正是：“书尘寒雁云边影，梦绕清源月下愁。念我故人劳碌久，不如头老卧沧州。”他的秘密尽在这几句诗里了。什么意思？若将这4句诗变换曲解，便是沈寒雁疏影，圆梦绕月愁。我念故人久，老不卧沧州。只有沈寒2个字听得懂，其他都没听明白。雁书即书信，在此案中可指匿名信。袁，便是家在沧州的翰林学士袁大人，包拯额间挂月即是月。简而言之，他寄匿名信的目的，便是引包拯去解开袁大人被杀一案。学生斗胆猜测，沈寒应该正是袁大人的公子吧？他曾一心念着抢亲，只不过他想抢的亲并不是亲事，而是父亲。好，仅凭4句诗就想将我定罪，这未免也太牵强了吧？沈公子稍安勿躁，正话才刚刚开始。自我入住无极客栈之后，共收凶手6封匿名信。沈寒虽谨小慎微地掩藏自己的笔迹，但他却在给何二题字时暴露真迹。这2幅字虽看似不同，但都骨力坚挺，颇有神采。转折收尾处，锋芒毕露，实为一人所述。可是他既有心杀人，却又引你们过来破案，岂不是很矛盾吗？因为他需要有人出面查出20年前的一桩旧事，揭开杜贤的真面目，还枉死者一个公道。什么真面目？他之所以连环作案，一方面是为了替袁大人报仇，另一方面就是要将丹峰白鹿组织一网打尽。20年前，杜贤联合胡掌柜、孟达亨与水仪，背信弃主，取代媚丹峰成为暗杀组织的头目。此后，他又集合了无涯和江玉湖，以血魂灵为据点，行荼毒之事。不可能，我娘怎么可能会是暗杀组织的人？其实水仪本是同谋，曾进行暗杀之事。她正是20年前闻名江湖的滴水观音。无涯遇害时，他和你在一起，他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早在我等踏入血魂林之前，你已将赏金榜的事透露给了无涯。无涯为了查出发榜之人，便伪装成我捷足先登到达客栈，却不料中了你的圈套。沈兄，包兄，我刚刚看到包兄还在河边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在我前面回来了？在下一直在客栈，并未去过什么河边。那就奇怪了，我方才看到一个长得和包兄一模一样的书生正往客栈走来，莫非是我看错了？可他就叫包拯啊！包拯？是啊，天底下只有一个头顶月牙的包拯了，所以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对，看错了。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杜贤遇害时，我刚回房间，如何能异地杀人？对啊，杜大人被杀的前一刻，我们正在回廊闲聊，他既未去过杜大人的房间，也没有作案时间啊。小兄弟，哎，都看谁呢？我没有，又喝多了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而且我明明看到，他是在我之前进入杜贤房间。当时惨叫声响彻客栈之时，杜大人已经被凶手杀害了。沈寒率先进入杜大人房间，一来是为了排除嫌疑，二来是为了混淆案发房间中弥漫的酒气。其实你杀死杜大人的方式很简单。只用了一个黄胖、一根细绳和封魂白骨砂。他与我换房间，也不是因为怕鬼，而是为了便于杀杜大人。记住，取你性命的不是我，也不是封魂白骨砂，而是媚丹峰。之后，沈寒从房中出来，看似与展昭闲聊，实则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我们从杜大人房间中听到的那声鬼嚎，正是萧壮黄胖发出的声音。那东西叫是能叫，可即使被砸坏了，还是会有残留物落在案发现场。阿阮，把你那个黄胖给我。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，不见了。
好像是我在杜大人房里捡到的那根红绳。这个黄胖早已经坏了，但其中装置仍然可以发声。那天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，沈寒先检查了地上的茶水。是茶水，不是酒水，小心有毒！客栈之中有黄胖的也不止我一人啊！就算是我先行检查了地上的茶水，也不能证明就是我取走了黄胖的残物啊！况且，凡是身手敏捷者，皆可进入杜大人的房间。不错，黄胖易得，但细绳难寻。那根牵动黄胖的绳子，唯你独有。那根我用来戏弄公孙策的细绳，正是沈寒的作案工具。正是，你用细绳将我绊倒后，误打误撞地暴露了作案的工具，但很快就被沈寒看在了眼里。我去拿药箱，诊治胡掌柜。我和你一起。你，南姑娘，这绳子你还要吗？后来，当我们去询问胡掌柜细绳的主人时，又被住在胡掌柜房间上一层的沈寒听进了耳中。他们住在上下层，应该听不见吧？若是有心，怎会听不见？事后我们在沈寒房中，当要为他清洗茶杯时，我发现有一只杯子的沿口是脏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用茶杯传声。不错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啊，好的，包公子。所以胡掌柜早就想起那根细绳是从沈寒房里捡到的，并勒索沈寒。其实区区一根绳子，并不能证明谁一定就是杀人凶手。但假如胡掌柜嚷嚷出去，我们的目光被吸引到他身上，由此顺藤摸瓜，恐怕很快就能查出真相。于是沈寒先假装答应给胡掌柜一笔钱，并和他约定在酒窖见面，随后将其杀害。胡掌柜，你总算来了，钱呢？你放心，我拿了钱就走，绝不饶你好事。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，钱多的是，回头收你！如果是我杀了胡掌柜，必会知道酒中已掺了风魂白骨沙，何必明知故也，自取灭亡呢？人不受害，受害必真。你若是不施苦肉计，又怎能将自己置身事外呢？你明明知道那是毒酒，却偏偏将其饮下，以致毒发。不疯魔不成活，唐哉黄哉，你要的就是一个荒唐。凡是中了风魂白骨沙的人，非疯即傻，为何他现在的神智依然清醒？那是因为，在他饮下毒酒之前，早已木药欲自救。
若不是我和展昭走错了房间，恐怕也不会赶巧钻了这个空子。公孙大哥，鬼头鬼脑偷窥人家沐浴干嘛？你就不怕长针眼啊？我是来找公孙大哥的，谁成想你在这血洗啊你！这是驱邪避鬼的神玉，灵着呢，你找人一边找去。我已检查过残留的药汁，虽不能驱除剧毒，它却可以清神醒脑。他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已中毒，故意向我们露出伤臂，看似无意，却有意。啊！一夜之间已经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穆夫人要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哎。胡掌柜死后，他假扮疯癫之状，逼何二进入地窖，让我们发现了与凌云有关的熔炉，同时又引我们识获了开启迷迭香的秘药。我那时已然昏厥，如何确保你们不是向酒窖原路返回，而是一反其道，从偏门寻获毒药？此前上官将军听见胡掌柜和水姨在窖中密谈，你只要将口风透给水姨，水姨定会为了自保，用黄风杖堵住我们的来路。不，黄风杖。只是他尚不知晓，孟达亨死后，他将丧命于酒窖之下。如果凶手不是江玉湖，那水姨生前为什么要念胡子啊？那时水姨已七夕奄奄，念不出此字，只能念出胡须的胡。其实他想告诉我们，凶手是留有髭须的人，而此人正是沈寒。他料到水姨等人会破解白骨指环的谜团，于是先将江玉湖引向血魂林。随后，趁水姨潜入地窖时，掠杀夺命。当时何二只顾着寻找江玉湖，却忽视沈寒也不在房中。滴水观音。沈寒对每个死者的脾性都了如指掌。孟达亨心中有鬼且胆子小，他故意用媚丹峰来刺激孟达亨走为上计，水路不通，便笃定孟达亨会逃往血魂林中，随后触击落井。魑魅未解，丹枫意。魂归白鹿无终迹。鬼啊！
他又将同样的法子用在了江玉湖身上。江玉湖有前车之鉴，便逃进了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林中。他先被风魂白骨鲨袭击，本已奄奄一息，而后又被南天竺出手所伤，待他逃进山洞，终于气绝而亡。我们曾在山洞里发现了不少蝙蝠尸体，却只遇见过一只蝙蝠，所以我推测，那儿原来有不少蝙蝠。但最近沈寒为了在血魂林布设陷阱，几乎将它们清空了。我们住的房间也不是真闹鬼吧？那声音是怎么回事？这家客栈确有闹鬼传闻，所以沈寒以此为借口和公孙策换房间。即便被戳穿，他也大可说是听差了而已。而我们房间的闹鬼声音，则源于楼下迷迭香机关的兽头。什么意思啊？兽头后方的墙体一直延伸到杜贤的房间，而沈寒窗外的附近处却恰巧有不少踩踏的痕迹。实际上，近几日他应该是一直趁人不备，往返于他和杜贤的房中。我们听见的闹鬼声，正是他布置迷迭香机关时发出的声音。1个月前，胡掌柜曾重修客栈，我想你应该就是在那时混进客栈，将机关打通的吧？一切尽是你的猜测，侃侃而谈中无一样铁证。沈公子忘了，你身上的滴水诀就是如山铁证，它既能救你，也能害你。马上将滴水诀呈给本将军，免得临了了再落得你父亲的下场。呈给你？休想！如果你有一点良心，就把滴水诀交出来，救南姐姐一命。我就算死，也要为我娘报仇，让你血债血偿！娘娘，我就知道你没这个本事。他们不是要杀了南姐姐？哎！南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感觉如何？现在好多了。在我们过湖的船舶，原本是你的人。你明明能在得到滴水诀以后逃之夭夭，却终日留在这没走。我若走了，有谁救南姑娘？飞蛾扑火时，不见得不知道前方是火还是光。其实后果如何，他都知道。你何必因为敌人燃起了一把火，也要将自己烧死？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也要永远不再有。你何必因为敌人燃起了一把火，也要将自己烧死？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也要永远不再有。
其实我不相信你入狱，但谁料你破了一桩朝廷大案。我一向自诩聪明，怎么舍得放过你？还好，你终究没有让我失望。袁大人和杜大人究竟有什么瓜葛？家父已查出丹峰白鹿将有一场暗杀百人的行动。家父为了搜集杜贤的罪证，违心与他交好。只是那时我尚未预料，我见杜贤第一面，也是见家父最后一面。一点心意。哎呀，您客气了。您放心，这件事啊，我一定给您办好。那本官就告辞了。大人慢走。让你好生在房间里待着，你又来正厅做什么？1年未见，竟不知您与杜贤过从甚密，相交甚好。为夫之事，无需由你来指挥。我乏了，你也回房歇着吧。您一向不屑于狐鼠之徒，他这点假仁假义就把您打动了。与庞太师的人互通一气，您无异于与虎谋皮呀！您就不怕他日为虎所食，骑鬼为娼吗？完了你了！读了几页圣贤书，竟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你知道那外面的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吗？天地无穷，人命有终。圣贤度量，得为道中。反其道而行之者，只怕自取其祸，不得善终啊，父亲。好了，学业为重，明天你就启程去泸州吧。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回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您一点也没变。无论何时何事，您从不屑与我坦诚相见。您放心，我今晚就走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管您的事了。那晚一别，我们父子再未相见。后来，在他的遗物中，发现了丹峰白鹿的秘密和媚丹峰的画像，便趁胡掌柜重修客栈时，乔装成木客混入其中。最终，在熔炉里见到了他的瓷环。父亲，后来我在熔炉的机关里发现了封魂白骨砂，终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家父未成之事，却让我给做成了。还是我厉害吧。猛虎抚育幼崽，待到第2年时，
为了能让幼虎自食其力，母虎便会将孩子赶走。即便来日再相见，也多半形途陌路，难再相认。每个父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。袁大人对你如此决绝，必是料到自己将凶多吉少。对于一个父亲而言，最大的恐惧，并不是死亡，而是看着孩子步入自己的后尘。你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报仇除恶，自认为完成了他的遗愿，但这也正是他的遗憾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袁大人将一切都藏在心里，就是为了让你心无挂碍地走你自己的路。他看似守口如瓶，却一直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。师兄，石公子，师兄，石公子，此前能救人一命，我可以安心的与家父重聚了。我宁愿你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那样你就不会死了。这行没有牺牲，就没有救赎。我很庆幸我来过。棋逢对手，也能留个不凡的结局了。能成为对手的，一定也是知己。我听说，人会死3次，第一次气息终止，此为身死；第2次入殓出殡，此为寂灭；第3次无人记得，此为魂亡。人固有一死，但只有被遗忘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如果我这辈子能有些值得记住的时刻，我希望能与你们有关。记忆里，我们会一如初见。我真想换个身份，与你们重来一遍。石公子，龙吟虎啸真非是，雾散云飞似雨奔。我们总算离开这儿了。昨晚我和阿策商量好了，决定先去帮阿阮寻找生身父母，再去京城。多谢你们。你父母在哪儿？看我奶娘的留信上说，是一个叫空寂岭的地方，只知道是通往京城，却不知具体在何处。不过南妹妹你见多识广，有你在就不愁找不见了。我行道多年，我娘又曾是丹峰白露的人，若与你们随行，我总觉得不妥。过去只是一段经历，何必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？往后多行好事才是不二法门。我们今日能再见，多么难得啊！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等等我！哎呀，亏得你们腿脚慢，可算是让我逮着了。
看你大包小包的，不会要赖上我们吧？瞧把你吓的！这些啊，是我送给包公子的礼物。哎，打今日起，二就不能照顾您了，您带上这些，这样就不怕饿着、渴着、热着、冻着了。多谢。胡掌柜已逝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哎，孟夫人已经把这客栈接管了，她准备大刀阔斧的重修客栈，等再雇上一些小二，我马上就升为首席店小二了。这里若能焕然一新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那我们就告辞了，保重。包公子，我在这儿等着您考上状元，望来日咱们以欢喜相见。好，保重。你们一定要回来啊！没走错路吧？这也太荒凉了，看上去完全不像有人烟的样子。是这个方向啊，没走错。我们已经打听了不少人，却无一人知晓，是不是不在这附近啊？您奶娘离开空寂岭，少则10几年，多则20几年，这其中发生何变故，都未可知。也有可能。我们若是找不到空寂岭，那该如何与公孙大哥会合啊？公孙策既然要去恩师家探病，估计还要再耽搁些时日呢。倒也未必。公孙策之前说过，他师父的病一见好转，便会立刻来与我们会合。算起来，也就在这2日了。而且阿策暂居之处离此地并不远，待我们落脚之后，便立即写封信给他。说不定咱们明日就可以见到公孙大哥了。哎，有人来了。这位老伯，您可知还有多远才到空寂岭吗？空寂岭？此处没有空寂岭，只有破灵阵。过了那座桥便是。破灵阵，这名字听着忒怪。难道空寂岭就是破灵阵？离这儿方圆10里左右还有2个镇子，你们听老夫一句劝，还是去别处歇脚吧。破灵阵就别去了。为什么不能去？老朽听说，每年的今日，破灵阵都有猫灵现身。此妖名为破红魔，以食肉沁血为生。哎呀！听老夫一句劝，千万别去破灵阵呐！那镇子上的人怎么没事啊？怎么没事？要没事，镇上的人怎会如此稀少？这里岂能如此荒凉？而且我还听说啊，陌生人更易招猫灵。这天已经黑了，听我的。记住，
妖灵来，猫灵至，命贵兮呀！多谢老伯。记住我说的。咱们还去吗？要我说，这镇子里肯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说不定真的能查到二人姐姐的身世呢。唉，这下好了，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，又要跳进另外一个坑里。事已至此，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闯一闯。我们先过去看看吧。破灵阵，包大哥，这桥上有字。奈何桥上过，永别忘川河。前去黄泉路，尽头会猫魔。尽头会猫魔，这首诗听起来阴森森的，像是在说一旦过了桥，就有去无回。人家好怕呀！好不容易从血魂林捡回一条命，人家还不想死呢。所谓鬼神传言，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故意为之。既然是人为，那就必然有应对的办法，大可不必惊慌。就是。你们还是不要进去了，不管是人是妖，总之是个麻烦。打探个消息而已，没必要拖这么多人下水。我先入阵，你们去别处借宿一晚。不行，君子义以为质。若今日我临危之际弃朋友而不顾，他日我还有何面目见人？就是我南天竺虽然贪生怕死，可也不是那没有道义的人。今日谁若拦着我过桥，谁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倒要看看前头到底是什么魔窟妖洞。切记，要小心为上。包大哥，这该不会就是妖灵吧？
铃声越来越响，越听越像是不祥之兆啊！敢问阁下是何人？在下是进京赶考的学子，我等途经贵地，想在此地借宿一晚，恳请阁下行个方便。既从阳世来，莫行阴间路。此地已无魏王人，只有幽灵种。敢问阁下是破灵阵的人吗？本魔生是空寂岭的人，死是空寂岭的鬼。空寂岭。他是猫灵。我们刚入阵，他就出现了，太怪了。真妖怪才不装腔作势，他这故弄玄虚的劲儿，都有失妖界的体面。阿软姐姐说的是，战战青天，何来幽灵之说？要我看，他分明是假扮猫灵，使的都是江湖术士的把戏。看招！人呢？那是什么？像是镇子里的通行令。那猫脸人应该就是老伯说的破红魔，他像是在警告我们不得入阵。这看来阵中定藏玄机。既是警告，那就不足为惧。咱们还是趁夜深前赶快进阵吧。但是那位老伯明明说这里是破灵阵，可刚才那个猫脸人却说此地皆是枯坟野冢，而且他好像和空寂岭还颇有渊源。看他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该不会是冤魂吧？说来说去，这破灵阵和空寂岭一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快看看我脖子！蝎子，阿哲，你没事吧？只是有点痒，没蛰到。这蝎子外形非比寻常，难辨毒性，不可大意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蝎子呢？哎，包大哥，你看。
小女子司徒莫心，乃族长之女，敢问诸位可是想在镇上借宿？正是。镇上不得留宿外人，这是规矩，诸位请回吧。其实我们并不算外人，而是破灵镇的故人。这有贵镇的竹牌为证。既然如此，那诸位就请随我来吧。多谢姑娘。咱们快点走啊！请。几位先在此等候，容我前去通禀一声。那便有劳姑娘了。听她这口气，一点都不像族长家的女儿，反而像是这里的丫鬟。这一路过来，整个镇子都空落落的，感觉好诡异啊！诸位进来吧。多谢。这是我爹娘。见过司徒族长。司徒夫人。不必多礼，都请坐吧。爹娘，这是我姐姐司徒多罗。见过多罗姑娘。这位小哥哥，长得好生可爱啊！姑娘，怕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吧？口无遮拦。多罗还是个孩子，你凶他作甚？娘，不瞒公子，多罗曾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故友，你与那人长得颇有几分相似，只可惜他离镇多年，一直不曾归来。娘，你就惯着他吧。听说
你们有一枚本镇的竹牌。